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Rachel， 今天来跟我一起开箱我新买的 Canon CP1500小型印相机。这个是墨盒，在这次我买的是套装组合，所以有附赠了54张的相纸。这个是它的镜指夹。这次一样也是买了白色，所以想说可以跟我其他的机器比较搭配，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白色。电源孔在这边，它的后面插上去，开机，感觉非常有质感。可以选我要的语言。先下载它这个应用程式，在我的手机里。选择CP1500，然后可以进行登录，很快就可以登录好了，就按 OK， 然后它就已经跟你的这个机器连接好了，可以放下它的墨盒，它这个是已经刷好数量的，54张印完之后呢，墨盒就没有墨水了，就是这样，亮一声，放好之后就开起来。安装上很简单，我们把这个镜指夹打开，把相纸光面的地方朝上放进去，起来。它这个也可以把它这样子搬开。就有点像印表机那样子，插进去。我们先来印一张看看，它这边有好几种选项：N 合一排版、书签排版、随机排版、组合排版、证件照，非常多种。我们先选择我们4×6的这个大小是 postcard 的大小，然后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效果，光亮、半光亮跟断面，优化影像。我这个是有开的，我们先选光亮就好。然后 N 合一排版里面的话，就可以有2合一、4合一、8合一。我们不要那么浪费，因为4×6还蛮大张的，所以就用2合一的。那就选智慧型手机。多很可爱的照片。假设我们要把它换过来，不喜欢它在上面，这样子，它2张就可以兑换过来了。只要长按它，然后拖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如果不想要这张照片的话，可以删除，然后再按一次，你就可以再选。你会觉得这张可爱？边距的话，就看想要有边框还是无边框。无边框它就会是满版的，那我觉得有边框的话会比较好看，所以我就会选有边框。关闭。背景的话，你可以选择是不是黑色。黑色的话，我觉得也还蛮好看的，但我们这是选白色。网点的话，这看的有点看不太出来，这不管它。电影效果的话，这也蛮可爱的。这个就是可以有这种放射线状，你可以这个是透明的嘛，那你可以选白色，那放射线状就会更明显，或者是彩色。我们看别的，看这个心形的就很可爱。它这个列印效果其实没有很多种，像你可以有一个小小的脚印，那我们现在就选空白。不喜欢太复杂。戳记的话，就是你可以有一些贴图这样子，可以放在这旁边，然后可以打一些文字。这大概就是多多的心声。哦，你还可以绘画，黄色。
就可以在这边作画，但是我画得很丑，所以就不要。这边橡皮擦把它擦掉，列印。那它这个荧幕上面就会显示它正在练影中。它这颗呢就会有4个，然后进出4次，最后它好像是会再上一层扣顶在上面。耶！印好了，印好了，印好了，很漂亮哎，而且很清晰，真的很清晰。来印看不一样，书签排版，然后对齐顶端。书签排版的话，它一次可以印到八张。如果你的位置不对的话，可以调整一下，可爱的小脸露出来。OK， 好了，我们就对，它背景可以选黑色的，就选一个黑色的，而且它很贴心，它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已经帮你有一条线已经弄好了。OK， 列印。哇，这样就好了，很好看哦。然后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个线把这边撕掉，但中间这条我们就要自己裁，把它裁一下，就放在这个中间的地方。这样就好了，超好看的，你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书签页。我刚刚有试了一下它这个 N 合1排版这个，那它里面也有一个8合1，跟我们刚刚那个书签排版有什么不一样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书签排版刚开始的时候不是有说它要对齐上面还是对齐下面吗？我们是选对齐上面，所以它下面就是有留了一个比较宽的这个下面黑色的。那如果说是8合1的话，你完全就是它就是平分这几格，它就不会有下面这么长的一条在这边，然后它的每一格可能就会比较大一点，这个就比较适合你把它每一格都裁切下来，然后当成是一个小的片这样子。那这个的话就真的很像我们玩大头贴啊什么的，它的那个大小超可爱。然后它这边也可以选光亮、半光亮跟缎面，它其实印出来的效果不太一样，颜色什么各方面的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，差别是在于它最后那一层的口底不太一样。光面的话，它就是完全的亮面光滑，然后你侧面看过去是会有点反光、闪光面的那种感觉。半光亮的话，它会有一点点反光，而且它上面的膜呢会有一些粒子在它的表面上。那最后一个是缎面，缎面的话，上面的那个粒子更粗，然后摸起来就是有点粗糙感的那种感觉。再玩一个随机排版，真的随机选8张，它最多可以到20张，但20张我觉得有点太多。印出来看看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印出来就长这样哦，很好看呢。它自己排的，我觉得也是挺好的。勾的放在最大，然后其他就是排在4周。然后这个是8张的排版，我觉得非常适合出游的时候，需要很多张，然后放在一起，然后也不会太浪费。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直接收集起来。把它裁下来好了，这样子。
是不是很好看？再来，我们试一下用 SD 卡直接列印的方式。这边有一个 SD 卡插入口，那它的侧面的话呢，是一个 USB 的插入口。那我们试试看，插入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显示说在处理当中，然后里面你的照片就会在这个荧幕上面显示出来。然后它这边就会有一个显示框，是我们会列印出来的大小。如果说你是想要裁剪影像的话，可以点进去，那它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小格的这个裁剪影像的尺寸。那如果说你觉得 OK 的话，它就会变成这么大张，然后只 focus 在这个上面。那我们不要嘛，然后我们就会再选择重新裁剪，一次裁剪影像。那你觉得它这个切的实在太靠近了，我们这又要再返回一次 menu 哦。返回 menu 之后呢，旋转画框的话就是左跟右，那放大跟缩小你就是按上跟下，缩小的话就会这样子，越来越靠近。那放大的话，就画面就会比较。你觉得这样子放大的效果 OK 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按确定。你可以选择一张还是几张都可以。这个话打印出来就会是4:6的大小。如果是更多打印选项的话，像我通常都会是用2页的这个配置去做打印，我们就可以按2页的，一张是这个照片，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你想要裁切到哪里，这个是1嘛，我们就按 OK， 然后不是还有第2张吗？所以我们又要返回，然后到你想要的第2张的照片，就+1，按 OK。但是呢，它有个很大缺点，就是它没有办法显示已经我排好的照片的状况，所以有点像盲猜的感觉。那洗出来的话，就会长这个样子。它的边框就会变得还蛮大的哦，跟我们用 App 洗出来的感觉不太一样。同样是一样4:6的大小，它这个流边又更像拍立得的感觉。那这个样子的话，它的流边就小非常多。然后我试过，我找不到使用他们手机的 App 找到像这样子可以有比较大边框的一个方式。所以这很吊诡，就是如果假设我想要有大边框的话，我可能就要把照片存到 SD 卡里面，然后再从 SD 卡里面印出来。这我真的觉得有一点点麻烦。我刚刚试用了一下，这个是用手机的 App， 同样的一张照片，然后印出来它的边框是长这个样子。然后如果说我把它存到 SD 卡，同样的一张照片，然后它的边框就会长得不一样。这是我存在 SD 卡里大相机拍的照片，所以它的边框又长得这张又有不一样。这是手机拍的相片，然后存到 SD 卡里面拍出来，然后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这个地方边角是不一样。这应该是跟我们手机当初设定16:9拍的，可能相机我所设定的又是另外一个大小，所以它出来的边就会不同。但是其实我还蛮喜欢它现在这样子流出来的厚厚的边，我觉得很复古，很好看。这个也是用SD 卡里面，然后选择无边框2张所做出来的一个样式。无边框的话就会长这个样子。那如果说是2张，但是是有边框的话，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看诶。就算不裁切，我觉得也非常好看。我觉得这个比例大小是我比较喜欢的。我还发现，从这个选项里面直接可以印2张，就是第一个我们选这个嘛，我们选好的照片，按 OK 之后，你可以在 Menu 这个打印设定里面点进去，然后你就可以选纸张的光亮、半光亮、有边框、没有边框，然后点进去，你就可以选择全页配置或2页配置这样子。
那选择2页配置后，你就会返回，然后再选择另外一张你想要打印的照片。那这样子就会变成是像我刚刚选的这个样子。另外还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，现在目前我们已经把 SD 卡插在这台机器里，那么有办法同时跟你的手机 App 一起使用。你必须要把 SD 卡先拔出来，才能再继续列印。之前有看我开箱过拍立得的印象机朋友，一定想说可以比较看看拍立得的成像，还有 CP1500的成像的差异。只能说 CP1500的成像是真的非常好的，它的细节是做的还蛮到位的。不管是粒子啊、颜色，其实跟你就是拍照出来的那个颜色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别的。拍立得最为人诟病的，其实就是它成像的效果其实是稍微有点糊的。但我觉得拍立得有它自己的风格跟感觉，像是它所做的这个大的边框，然后我其实很在意的这种触摸上面的一个质感，其实拍立得是很难被取代的。所以这两个我觉得是用途的不一样吧。之所以会买这一台的原因，其实是因为我工作上有需要，想记录一些工作上的东西，并且记录成册，所以呢，用这台对我来说是会很方便的，价钱上面也会比较实惠一点。那大家就是依照自己的需求去购买就 OK 了。另外还有一点，他们说这个相纸呢可以防水，并且保存大约100年。那100年我可能也不知道真的能不能保存到这么久，但防水我们可以测试一下。我刚刚就是把这个刚列印好的相片拿到水底下去冲它，是真的可以的，颜色也没有糊掉，都保存得很 OK。只是我可以看得到它这个边角的地方其实是有点进水的，从背面是看得出来的。然后会比较容易从这个地方可以把整张照片撕掉。之前有测试过它，但是干掉之后是 OK 的，还是可以保存下来的影像，所以我觉得也蛮神奇的。现在这个技术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喽。有喜欢的朋友麻烦帮我点一个赞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